Hello， 大家，又是一次好久不见。过去这1年半的时间，你们过得还好吗？在与家人一同度过了2023年的春节后，我踏上了回家的旅程。2023这一年，我在初春去看了釜山的大海，品尝了许多海街咖啡馆。Hello， 首尔10日不如在釜山5日的记忆深刻。我还是喜欢有海的城市，喜欢不那么在快速奔跑的城市。盛夏时，我们和朋友一同探索了一个新的温哥华岛屿 Pender Island。 在极其炎热的气候下，我体验了第一次房车之旅。除此之外，我还和国内来探望我的好朋友们一起出海观鲸，带着游客的视角，再一次的深度的游览了我的常居城市。秋日，我们驱车前往西雅图，在派克市场看飞鱼，在 Kirkland 感受当地人的闲散周末。冬日，我与 Dan 一同回到了他的家乡，与他的家人们一同度过了2023年的圣诞节。在蒙城品尝地道的 poutine、 贝果，还有可以卷起来的枫树糖浆。在零下30度的天气里城市漫游，像当地人一样去看时下最新的艺术家展览。不过今天，我想和大家分享我过去这1个月的回国之旅。我们一路驻足丽水，也就是我的家乡，南京、杭州、深圳、香港，还有上海。天哪，启灯了，就在这一刻。有12个小时的短暂停留，也有长达1周的深度探索。从最初的偶尔记录，现在第一站是来美龄宫，到后来频繁掏出手机。这个喝上去有一点像是柠檬苏打水。我意识到是时候继续与大家分享我的故事了。那我们就开始吧。我们现在第一站是来美龄宫。这大概是我当天对着镜头唯一说过的几句话。在南京的第一站，我选择了中山风景区，以美龄宫为开始，穿过梧桐大道，在明孝陵结束了那一个下午的游客行。穿梭在美龄宫一个又一个屋子之间，我像是坐上了时光传送机，回到了那个年代，仿佛能看到他在窗前作画，在周末宴客。出了美龄宫后，我们穿过梧桐大道，来到了明孝陵。神道的两旁拥有大片大片的绿植，红墙黄瓦，湿热但又不燥的天气。虽然我30帧的手机视频无法完整的传达，不过你接收到我的安利了吗？好了，谢谢。那一天，豆豆带着我们品尝了一家位于慈悲社街道的淮扬菜馆。我在海外最想念的，除了鸭血粉丝，大概就是国内的酒楼。Nothing fancy， 但填满了足足的烟火气。晚餐后就是酒馆行，沿着丰富路，我们打卡了 The Candor， 酒精很少，但氛围不赖。由于我们在 The Candor 无法完成微醺的任务，我们又来到了另一家。
呀，是绿色的。带着微微的醉意，结束了南京行的第一天。谢谢。给你餐具在消毒柜自己拿。好的。好安静哦。好吃是吧？吃完我最爱的鸭血粉丝，我们去往了老门东，在小街小巷里穿梭，也爬上了中华门城墙。在城墙上看，这个就是老门东。那天最有趣的一个体验之一，大概就是肖像剪纸。我很好奇小姐姐最后的作品是怎样的，不过我相信她们也和我一样好奇。这是最后的成品，你们觉得像我们吗？ Hello， 大家，今天又是非常非常炎热的一天。我们今天打算去瞻园，因为我记得我之前去过，感受挺好的，所以我打算带他去瞻园转一转。我记得瞻园好像在南京不算是一个，就是跟别的景点来比的话，不算是一个那么热闹的景点，但是我自己的感受特别好。每次如果有朋友来南京的话，我都想要带他们来这里转一转。Let's go。我们现在准备去南京比较有名的一个小众咖啡馆，叫做小康咖啡合作社。因为我们回来之后还没有去过，就是这种独立的咖啡馆，今天去试试看。好热啊，好热！我们到了。Oh, it's so small. Ice Americano. Ice Americano? OK. 要搅拌均匀，可以搅拌一下。我们来到了云南路西桥这边，然后打算就是一路沿着往下走，去那个先锋书店和颐和路那里走一走。哇，能看到我这头上的汗。然后我回头一看，才发现紫峰大厦在我的身后。转个弯，这。